小丁，晚上请你吃火锅，咱不吃玉米了。咋了？跟女朋友吵架了？方副检察长，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说过，你和江婷是同班同学？有进步啊，遇到事情知道冷静、理智、客观的，也知道查我了。我只是想找到真相。你一直坚持他是谋杀，不是自卫，是因为你们有过节吗？你报复他，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定罪，是这样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要给他定罪呢？如果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你为什么要隐瞒呢？我没有刻意要给谁定罪。我跟你一样，就是想查到事情的真相。小芳回来了啊，张叔，哎，你有1年没回来了吧？啊，你爸妈天天念叨你。他们在家吧？哎，在家，快去看看吧。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去。等一下啊，我马上就来。为解决农民的实际生活困难，法国大把将中国的农民妈，哎，闺女啊，你怎么从省城回来了？我调回来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回来几天了？是你也不说一声，真是忙。时间短就不吭声，时间长才回来住。你还把这儿当家呢？孩子好不容易回来，说这话干什么呀？爸，昨天有人说在前街看见你，我还不信，你都到家门口了。行了，菜少了，赶紧的，去买点肉回来。楼上都堆杂物了，没地方住了。快去！这老头子真是，别理他。哎呀，哎，你好像又瘦了，闺女啊。没有吧你？这衣服不合体了，我脱下来，我给你改。哎呦妈，这衣服不能改，它就是这样的听我。说，你爸爸给你做了几件新衣服，可好看了。在楼上，你换上一件，这个脱下来，分分钟的事儿，我给你改好。哎呀，妈，快去！你别瞎改啊，妈。爸爸刚给你做了条新裙子，赶紧来试试。真的？啊，你看看我的？啊，前几天有个客人来做了这个裙子，我觉得样子挺好的，就偷偷的给你也做了一条，就是料子没人家的好。挺好的，你手艺最好。那赶紧试试。我看一眼。今天学校不是活动吗？就穿这条。班长，今天主持活动的裙子真好看。对啊，真好看。方林，你怎么跟班长穿了同款啊？方林渊，
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。来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这次的期中考试数学成绩已经下来了，大家呢都是平稳发挥，考得都很不错。特别是方凌渊同学，满分150分，他考了128分。身为班长，我很惭愧啊，我就只考了120分，整整相差8分。向你学习，大家给他鼓个掌吧，恭喜他。比我们班长都高，他是不是作弊呀？对，作弊肯定是作弊。太土了！你学别人穿衣服，你算老几啊？啊？还敢瞪我？再瞪我，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！来，为同学为友谊，干杯！干杯！你这个哥们儿，那还完没有？来，方凌渊，我跟你道上。怎么这老同学都不认识了？人家方凌渊呀，现在可是在市检察院工作，那可是咱们班的骄傲。我自罚一杯啊！我干了。凌渊，我儿子下半年就要上学了，我想把他送到省城去读书，不知道你这方面有没有认识人啊？学别人穿衣服啊，酸辣米线，赶紧吃啊！没吃饭呢。还敢提我妈啊？别打了，他要是跟老师说，就完了。你还敢告老师？敢告老师，我打死你！敢告老师，再告老师！江婷那会儿啊，老师最喜欢她了，就是她带头欺负人了。林渊，我们呀，可都是在背后说她就是老师的走狗。听说他杀的还是上一届的张远。我也听说了。你没看那个方凌渊，今天转成那个样子，我真是服了。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宝上学的事儿，我能给他这个脸？哎，你刚才啊，你还真的说得出口？你帮过他什么呀？啊！我记得当年欺负人的时候，就你欺负的最凶。这哪是我呀？就方凌渊那个死脸，我理都懒得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那个方凌渊怎么了？方凌渊，好尴尬哦。再喝一杯！没事吧你？慢点。来，谢谢。同学聚会喝多了。没错。哎，拿着。江婷是你们班同学吗？是啊，你谁啊？这是我的名片。雷律师，可以跟你们好好聊聊吗？
衣服还合身吧？挺合身的。什么时候做的？你也不大回来，你爸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做一身，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做一件，衣橱啊都堆满喽。我爸痛风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还能怎么样？天天让他少喝，他也听不进去，一到夜里面就喊疼哦。以前呢舍不得花钱，你的衣服啊都是你爸给你做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个客人送来一个名牌，你爸觉得挺好的，就照着那个样啊也给你做了一件，还多缝了一个兔子。哎妈，过去的事情不说了。我觉得我爸给我做的衣服挺好，比名牌都好。我去给你爸打个电话啊，看他还有多久。方姨，我衣服好了吗？啊，小李呀，你来了，你的衣服我改好了啊，这是我的闺女林渊，在省里上班。哦。没想到你家离我们玻璃工坊这么近，但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正常。我上大学去省城上的，然后就在那儿工作，一年也回不来几趟，没见过正常。哦，也是。你们工作肯定忙啊。忙，一方面是忙，还有就是，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？差不多10年了吧。我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，就跟了现在的师傅学手艺。他在这边，我也就跟着搬来。10年。10年前，我大学也快毕业了。忙着思考。我比你高一届。我记着你那一年的题应该是事实3，甲乙实施入室盗窃和杀人后，殴打警方逃窜，谢某出于正义驾车追赶。甲乙为了防止谢某超车，就蛇形行驶，2公里后撞上了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墩。谢某刹车不及，撞上了甲乙的车辆，导致重伤。这应该是你那年的题吧？好像是。你怎么答的？太久远了，有点忘了。想想，甲乙走蛇形，制造了不被允许的风险，属于危险行为。该行为也导致了这个结果，所以甲乙双方应该共同承担。错了吧？有些个案，行为人虽然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，而且也引发了结果，但如果危险和结果之间不再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，那行为人就不必为结果负责。但我觉得，逃犯应该承担部分责任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贩毒给别人致其死亡，那要不要再另外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？如果妓女患有性病并明确的告知嫖客，但嫖客依旧瘫痪导致染病，那妓女要不要再另外成立伤害罪？这些行为都是嫖客和吸毒者能够自愿选择且自由负责的危险行为，属于自陷风险。那具体到本案，谢某的重伤和甲乙的行为只存在条件的关系。谢某重伤主要是因为自己的驾驶不当、追尾所导致的，所以这个结果不应该由甲乙来承担。我记得这是那年的标准答案吧？你到现在都能背啊？
但现实的判罚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更多的，是吧？当了检察官才知道，那些试题里的 A、B、C、D 甲乙丙丁，再也不是我们假想的对象了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所以，我们办案子的时候，对案件中的这些人，绝对不能熟视无睹。你对法律很熟悉啊？高中的时候对法律很感兴趣。其实我毕业之前就拿到了你们大学的保送通知书。李沐风，你的快递来了。谢谢啊。曾经也想成为一名检察官，像你一样。你听没听过蜘蛛丝的故事？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因为救了一只蜘蛛，得到了逃离地狱的机会。佛祖放了一根蜘蛛丝下去，他便向上攀爬。但过程中他发现，其他的恶人也在向上攀爬，他担心会断，便大喊着让他们滚下去。佛祖看见了这一幕，便断了蜘蛛丝。这些人呢，也就再一次回到了地狱。凭什么一个人做尽坏事，只要做一点点好事，就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？你说呢？是啊，有些人一辈子也等不到一根蜘蛛丝。假如我的案子是一道主观题的话，你会怎么打？我是有罪还是无罪？我没关系，不用回答我。这不是14年前的案子吗？你是觉着14年太久，还是觉着14年前的案子不重要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14年前的案子再申诉恐怕有点困难。无论是14年前还是现在，我都是正当防卫，都是受害者。我李沐风依法申诉。
这2天的情况啊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段洪山检察官涉嫌杀人，这也导致了他过去办的许多案子都有人来申诉。这其中呢，就包括了628案的凶手李沐风。14年前的这起案子，发生在学校旁边的图书馆，轰动一时，相信各位还有印象。李沐风坚持认为段洪山的处理有误，所以啊，今天请大家来啊，谈谈自己的想法，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。我建议呢，举行一次公开听证，借此机会呢，给李沐风释法说理。这死者的父亲不仅举报段洪山，还上门复仇。这案子处理的公开听证好啊，正好借着机会核查一下旧案吧。这听证会怎么能说开就开呢？14年前的案子，凶手服刑期满，都已经过了好多年了。是案子结论不清晰啊，还是过程有异议呢？是啊，到现在，段洪山杀人案都没个音儿呢。到时候法学专家、人民监督员全都得来。哎，我认为没必要。现在群众关注的焦点是14年前这个案子吗？徐检，你反对公开听证，那你有什么办法恢复民众对我们检察院的信心呢？我只是反对有必要为了这个已经结了的陈年旧案浪费时间吗？什么叫浪费时间？如果老百姓被误判，耽误了这么多年，就不叫浪费时间？龚检，我想说说我的想法。请。我认为628案的公开听证会一定要召开。虽然这个是14年前的案件，但是老五言人都记得在那一年那一天，在那个图书馆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而且这个案件的讨论度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个案件。我们总是说要重塑大家对于检察院的信任，怎么重塑？召开这个听证会就是很好的机会。再说了，当事人既然已经提出了申诉，作为检察官，没有责任答疑解惑吗？你说呢，徐姐？好，事不宜迟，立刻通知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，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听证员，我们尽快召开公开听证会。方副检察长，这次的听证会就请你负责。好。你不应该来这儿。我就是想看看你的生活。
失望吗？这里暗的时候多，亮的时候少。我也只能点亮一盏小小的灯，时刻感到心惊胆战。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过了14年了，也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。我已经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，应该过段时间就会召开听证会。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以前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，现在只会更难。我知道，但我想再试一次。我记得很多年前你就想要申诉，当时我也找过你。谁啊？梅章，是我，李沐风。我减刑了，所以就提前出来了。我想着还是应该来见一见你。所以出来以后也一直在找工作。因为有案底的原因，他们都觉得我是杀人犯，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解释，所以我只能来找你。只有你知道我不是杀人犯，所以我想求你，如果我申诉的话，能不能帮帮我？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帮过你一次，也救走。对不起，现在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没关系，我也能理解。如果那个时候见我，对你来讲也是一种伤害。那这一次听证会，有你在的话，翻盘的几率会大一些。当然了，这还是要尊重你的决定。要是失败了呢？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归宿吧。李沐风申诉了，检察院决定明天就召开628图书馆杀人案的公开听证。申诉成功，李沐风要是赢了，一半的就是错爱。没错，没错。我总是
是这样，要想好生的爬树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应付得了。副检察长。哎，姐，你还没走？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明天8点准时开始。5名听证员、法学专家、律师、社区代表、人民调解员全部通知到位。我看到名单里有雷爽，他跟段洪山不是有利害关系吗？14年前，他是段主任的助理检察员，所以是案子的相关人员。行，忙吧。行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平。五原市人民检察院今天在这里召开李沐风刑事申诉案件听证会，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，听取各方的意见，为本院依法公正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提供参考。听证会现在开始。今天听证会的组成人员有：市院副检察长方凌渊，检察官助理刘少南，书记员丁一，听证员5位，原该案件的公安侦查人员2位，申诉人李沐风，证人雷征，原承办助理检察员雷爽。还有628案原主办检察官段洪山。申诉人李沐风，这些参与听证的人员和你是否存在影响本案公正处理的利害关系？如果有这种利害关系的话，你可以申请回避。没有。好。李沐风刑事申诉公开听证会正式开始。先请大家看一下当年628案的庭审录像。被告人李沐风，你于2009年6月28日涉嫌持刀捅刺被害人周林，致其死亡。以上情况是否属实？当天我去到图书馆，看见周林正在对梅征进行侵犯，我为了阻止他的行为，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。
所以你和周林的打斗过程发生在图书馆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和被害人周林身高、体型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差不多。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打斗是赤手空拳，你是有机会打赢被害人周林的，是吗？我认为这个假设并不成立。我没有在学校打过架，在校外也没有过。而且当时那个情况，我不认为是相互斗殴，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过还手或者过激的反应，都是他在一直殴打我，而且手里面还拿着武器。审判长，根据第30号证物显示，被告人李沐风所说，周林手中的武器是在图书馆门口随便捡起的一根棍子，不足以致死。但是被告人李沐风，他却动了刀。我之所以动刀，是因为我在被殴打的过程中，有一把刀突然掉在地上，我认为是从他的身上掉出来的，我怕他捡起刀来伤害我，所以我才抢先拿起那把刀进行挥刀。公安机关已经查明，案发当日，周林和你，还有现场的第3人梅征，都没有携带作案凶器到现场。根据现场的痕迹，作案凶器原本就是在图书馆里，属于图书管理员的水果刀，并误放置了一段时间。因为你们打斗撞倒书架而掉落。根据30号证，被害人使用的武器是在图书馆门口随手捡起的木棍，硬度不高，不足以致命。但你却动了刀，超出了防卫限度。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他，我就是想去保护自己。而且周林在学校经常打架，那种情况我根本是不可能打过他的。被告人李沐风，你刚才提到周林在学校经常打架，有谁可以证明？学校的同学应该都可以。有一次在学校食堂，我和李沐风坐在周林的后面，我听见周林跟别人说，说李沐风会不会看着比较随和，其实背地里有暴力倾向，是个变态。这句话我都听见了，李沐风他肯定也听见了。我想，李沐风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记恨周林的吧。我成绩一般，老师就让李同学帮我补习功课。有一次补习到很晚，他就说他要送我回家，一直在后面跟着我，也不知道想干什么。还有，他经常去图书馆，我有一次在那里借书，看到他就站在书架那神神秘秘的，好像在藏什么。没过多久，周林就被杀了。我之所以送你回家，是因为老师觉得给你补课太晚了，他让我看着你到家以后，然后再。被告人注意控制情绪。申诉人李沐风，你的诉求是什么？重新审理，撤销对我的有罪判决。周林侵犯梅征，我上前阻止。在被他殴打的过程中，有一把刀掉落在地。我害怕他会持刀对我进行伤害的升级，所以进行反击，保护我自己的生命安全。这是明显的正当防卫。但段洪山检察官始终认定我为防卫过当，还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因为我被政法大学保送的原因，怀疑我利用正当防卫的法条脱罪。这是错误的判断，也是无理的怀疑，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可你的确杀了人，周林持棍，你持刀。段洪山检察官结合具体的情况，将你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，已经从轻量刑了。这不是轻重的问题，而是有罪和无罪的问题。即便是防卫过当，那也是一种罪行。我这辈子都会被人当作杀人犯来看待。请各位代入一下事前一般人的角度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你们会怎么办？难道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我还要去拿捏自卫的分寸感？难道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就只有犯罪和被杀两种选择吗？所以我坚持我是正当防卫，我无罪。14年前的案子究竟有没有问题，还需要多方采证。接下来我们问一问另一位当事人，证人梅征。你还记得他是谁吗？周林，我忘不了。如你所说，你在图书馆遭到了周玲的骚扰，他要对你实施侵犯。在你大声呼救的时候，李沐风到达了现场。为了保护你，最终他在与周玲的争斗过程中刺杀了周玲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确切的说，不完全是。那在校期间，周玲有没有骚扰过你？没有。你有没有怨恨或者怨烦过周玲？没有。他也没有殴打或者侵犯你的意图，对吗？没有。那你和周玲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他是普通同学关系。他是个好人。其实一直以来，在威胁我的人，另有其人。当时我的头被按到书架上，他的脸就藏在那本书的后面。谁的脸？张元。你的意思是张元当时也在现场是吗？他一直在。真是贱的啊！有人到！不觉得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这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了，还没有轮到我。那只能说明现场已经是天翻地覆了。我认为他在说谎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。那为什么14年来你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？为什么现在要颠倒黑白？我没有颠倒黑白，我今天说的这一切才是真相。证人梅征，你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情吗？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大家都在说是我在勾引男人，是我让男人们争风吃醋，所以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。但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些都是谣言，这些都是对我的诽谤。你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？我带过来了，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用的手机，里面还存着张元给我发的骚扰信息。师姐，张元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特意做给你的。谢谢啊。这个我不能收，
你现在已经高3了，应该把精力放在高考上。哎，师姐，你还记得那个单词吗 fragile。F-R-A-G-I-L-E。这个单词嘛，它形容学姐的气质啊，特别贴切，美丽的、纤细的、脆弱的、易碎的。先暂时休会吧。这样啊，由于证人提供了新的证据，我们暂时休会，1小时后继续。都灭了，公听会暂时结束了，1个小时后继续。你不饿吗？肠胃不好，吃不下。你是不是以为快结束了？恰恰相反，这会是一场持久战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。你又不在现场，一句话也听不到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李慕风之所以提起申诉，是为了摘掉杀人犯的名头。公检同意这场公开听证，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心。方凌渊支持这场听证，是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巧算吧。我想问问，为什么？那个14年前的目击证人，他有什么计划？他被这个谣言已经困住了14年了。他今天愿意来参加这场听证会，旧事重提，就是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要在五岩市所有的人面前清洗谣言。我已经做了14年的当头了，谣言该结束了。我要把自己洗干净。那我呢？
在会议继续之前，请大家注意，我要重申一下，今天的听证会是为了厘清在14年前的案件中，申诉人李沐风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，这个案件符不符合提起抗诉或再审的情形。申诉人李沐风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和新的疑点，我也希望知道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。你的诉求我们清楚了。证人梅征，你上午提到案发现场的第4位当事人张元，这个张元是不是就是417江庭杀夫案中的死者张元？是的。张元对你有骚扰的嫌疑，但这些旁证不能够证明张元当时就在图书馆，这个你能明白吗？明白。接下来请各位听证员提问。李沐风，14年前案发时，你看见张元了吗？没有。但我也很疑惑，为什么他在现场我却看不见？现在请原办案人员陈述一下当年的情况。大家好，在当年，我们侦查机关已经穷尽所有侦查手段，并对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在场所有人员进行问询，取得证词。法律事实表明，现场只有3个人。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法律事实做的行为定性，不能说14年后，梅征空口说有张元在场，就认定张元在场了。现在听证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那案发之前呢？你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吗？我们是一个学校，但不太熟。那你跟梅征呢？熟悉吗？我这里再出示一件证物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13日，红与黑；14日，5年法考真题；17日，哈利波特与密室；18日，量子力学。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？这应该是14年前我的借书卡吧。高3下学期，你连续18天去了图书馆，借了这些书，每一次都是前一天借好，第2天就还回去了。借书没有什么规律，但时间却很规律。有些书我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像5年法考真题、量子力学这样的书，也是一个晚上能够看完的吗？他借书只是理由，他是去图书馆见人的。会不会这张借书卡是你跟梅征之间的暗号呢？你们相约在图书馆见面，你和梅征是不是有情感关系？28号当天，你走进图书馆，看见张元和周玲企图侵犯梅征的时候，你想起了他之前对梅征的骚扰，于是冲过去和周玲搏斗。李沐风，放开他！哎，有你上！也许出于自保，也许出于义愤，也许是你和梅征早有预谋，于是你拿起了那把刀，由此你失手杀了周玲，是这样吗？这只是你们的猜测，在案发当天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见过梅征。当时案情的疑点不止这一处，伪装的人也不止这一个，所以
今天我请到了另一位特殊的证人，或许他能带来更多的真相。可惜了，听不到江婷会这么选。你怎么知道现在是江婷作证啊？14年前，江婷作为证人，曾经接受过我的询问。14年之后，方陵渊检察官如果想利用这场听证会，达到别的目的，那他必然要把江婷叫过来，再问一问当年的事情。那你觉得江婷会怎么回答？那要看他聪不聪明了。如果他还坚持当年的证词，他就是把自己在往火坑里推。就是个婊子，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背地里四处勾引男人。不只是周林，还有李沐风，这俩人肯定都以为是他的正牌男友呢。要不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听说他现在还和大学的一个老师走得特别近呢。说不定他就是为了甩掉这俩人，故意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大家都这么说。大家都这么说。请你告诉我们，在校期间，你是亲眼看见过李沐风和梅珍在图书馆私会吗？李沐风当时和梅珍走的是最近的。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管得很松，很多小情侣会跑去那里私会。在图书馆，我也看见过李沐风和梅珍在一起，两个人一起翻那种有色情描写的小说，还有人撞见过他们躲在没人的地方亲嘴。你说他们在图书馆没人的时候接吻，你什么时候亲眼看到的？大家都这么说。大家都这么说。是不是你也亲眼看到过他跟周琳亲吻或拥抱，或者跟李沐风亲吻拥抱了？我没有。我没看见。但是大家都这么说。所以你的证词是建立在道听途说上，是吧？而你跟李沐风还有梅珍根本就不认识。好多血！梅珍她就是被迫说，今天跟我们分杀周林。是啊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！还抓出一个受害者的呀，太可怕了！没有看到。你是不是跟那个周林挺近的？你俩不是一个班的吗？还行吧。那个周林、李沐风、梅珍，他们仨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老师让我去见警察，我都要吓死了。我说什么呀？你不知道梅珍是个什么人吗？啊？在梅珍还没毕业的时候，好多人都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男孩跑图书馆去约会。图书馆？图书馆怎么约会啊？那管得松啊，去的人又少。那到了时候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吗？美其名曰的说给那些男生当家教，穿着据说到这儿，胸前扣子全打开了。他要给我补课呢。那你
我能搭理那种人吗？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说难听了，就是个婊子，全校都有名的婊子。勾引的2个男孩被他争风吃醋，最后动了刀。事实不就是这样吗？那我跟警察就这么说呀。实话实说呀。江婷，你短短的几句话，毁掉了2个人的14年。我？我们说一说你的丈夫张元吧。他跟14年前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问你就说明有，其他你不需要知道。方凌渊，你为什么要纠缠着陆风？你是故意要把我做成杀人罪人？你说你相信他？我不过就是想聊一聊你丈夫的高中时代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不太清楚。他比我高一届，我只在成绩榜靠前的位置看见过他的名字。那他当时有表现出暴力或者虐待的倾向吗？难道我疯了吗？知道他是个暴力狂，我还会嫁给他？证人江婷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很反对暴力的行为，对吗？这件衣服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的班长江婷。我的家里是开裁缝铺的，不赚钱。我从小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我爸亲手做的。我爸为了力所能及的让我穿到好看的衣服，他会去商店仿一些款。很巧，这件衣服跟我的班长江婷是同一款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因为我跟我的班长穿了一样的衣服，在我的高中3年里，不停地经受着辱骂、殴打和霸凌。我一直都认为是这件衣服的错，幸好现在我不这么想。我承认，我之前有过过节，但那些事情发生以后，我们连句话都没有再说过，我怎么会霸凌你呢？我们的确没有说过几句话，但是江婷，你引导、鼓动其他同学来霸凌我、羞辱我、殴打我，你认为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种霸凌呢？那都是他们的错。我知道你这个答案，我知道你一定会这么回答的。这个江婷以前是个霸凌者。网上不是说她是个反抗家暴的可怜的女人吗？方检察官好像也是江婷案的受害者，按规定不是不应该参与吗？
方副检察长，我不明白，你说的这些和14年前李沐风的案子有什么关联？你不要忘了，今天这场公开听证，申诉的诉求是什么？我没有忘。接下来我就要说到重点了。有一种霸凌者，他们不是凶神恶煞的，他们很可能看起来很和善，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想孤立那些想要被霸凌的对象。在人群里，他们很有可能是非常优秀的人，非常受欢迎的人，甚至优秀到让别人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情。但恰恰是因为别人会这么想，所以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。而江婷和张元就是这样最优秀的霸凌者。我的手中有一份14年前周玲的尸检报告。验尸报告里显示，周玲的身上有一大片的纹身。起初我一直以为这片纹身就是周玲在叛逆时期的一个表达，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这片纹身下面藏着她的过去。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这个纹身，有没有发现，在纹身下面有密密麻麻的用烟头烫的烟疤？他纹这么多的纹身，就是为了掩盖这些烟疤，而这些就是周玲受到霸凌的证据。证人梅征，这些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是的。实在不行了，你真太等了，就差最后一步了，最后一步咱们的仪式就完成了。都这么多了，还不够啊？你忘了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吗？这是属于咱俩的见证，友谊的见证。电视上不都是这样吗？真的好哥们儿都得歃血为盟。我都烫了这么多了，真的太疼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在这学校里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跟你玩啊？你看这学校有人搭理你吗？来，最后一下，女儿，咱能不能别烫？也行，以后咱就别在一块玩了啊！大女儿。兄弟们，当然，最好的兄弟，永远的哥们。我曾经问过周玲，需不需要帮助，可是她跟我说，她是自愿的。所以那一天，是张元让周玲去了图书馆吗？我猜是这样的。可这两个孩子不是朋友关系吗？就算周林被欺负，他完全有能力反抗啊。如果张元欺负周林，其他同学也不会不知道。霸凌不只有暴力，还有另一种，是行为上的孤立，言语上的侮辱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把人分成两类。第一类是成绩好的，招老师喜欢；还有一类是老师不喜欢，成绩差的，性格古怪的。而往往这一类就是被霸凌的对象。周林就属于后者。在校期间，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。对于一个10几岁的孩子而言，孤独的感受是可怕的。而在这个时候，
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愿意来和你交朋友，愿意主动接触你，那这个人对于周林而言，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，而张元就是那根稻草。所以，对于张元提出的任何要求，周林都会满足，因为他珍惜这个朋友，珍惜这个好像得来不易的友情，即便张元只是把他当一个随便使唤的工具，即便周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张元用来控制周林的，也许就是轻飘飘的一句“我们不是朋友吗？”对周林来说，是朋友就能上刀山下火海。你的这个问题，也许只有周林能够回答。那个表面看起来斯文、和善、孝顺的张元，不过就是他伪装的面具，而实际上的张元，他控制周林，他欺辱梅珍，崔让奶，他家暴张婷。所以，郑人梅珍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？但是因为周林并不是真正的主使，你担心李玉峰中弹，所以将这一切隐藏14年。可14年前，除了梅珍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张元在现场。我认为这不是判定我防卫过当的理由吧？我想这一切只有主办检察官段鸿山知道答案了。接下来，请周林死亡一案的原主办检察官段鸿山对此案的疑点予以说明。李沐风防卫过当，致周林死亡一案。单看案发现场的话，其实并不复杂。二人在图书馆之内发生冲突，李沐风持刀捅刺周林，致周林死亡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要综合本案，想要还原案发的整个过程，却并不简单。因为几位当事人和证人的说法并不统一。当年的案件并没有任何音视频证据可以还原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。段鸿山，我有个问题，当年在场的还有第4人张元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情。当年对于本案定性的所有证据，都会被统一放入本案的卷宗当中。证据是我们搭建本案法律事实的唯一依据。那么为什么14年前的你会认定李沐风就是防卫过当的呢？众所周知，正当防卫是我们刑法的第20条，它体现了立法者对于人的防卫权的肯定。而我们司法人员首先要贯彻立法者的思想，清晰案件中具体人的行为，判定罪与无罪的界限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机械执法，更不能被情感所裹挟，对客观事实做出错误的解读，做出错误的判定。因为我们司法是捍卫这个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。在刑法第20条中，分为了3款。第1款定义了正当防卫，第2款描述了防卫过当，第3款提到了特殊防卫。在本案的社会调查当中，我们了解到，李沐风平时是一个品学兼优而且评价很好的孩子，而且对于现场勘查所获得的证据，我们可以确定，李沐风在当时确实正在被非法侵害，因此
我们认定李沐风的行为具备防卫属性。那我想请问，为什么你始终都定性我为防卫过当？在接下来法条的表述中，有一个但数，但当防卫超过了必要的限度，造成了重大损害，需负刑事责任。当年周林并没有杀死李沐风的动机，更没有预谋。他袭击李沐风所使用的木棍，也并不是一根很粗的木棍，对李沐风不足以致死。但是李沐风手持的是足以致死的刀具，并且最终杀死了周林，这就是超过了防卫的限度，造成重大损害的情节。我不理解为什么阻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最终会被定性为发生冲突？为什么在被殴打的前提下，一把不明来源的刀掉在地上会被认为没有造成生命危险？好，刚才提到了特殊防卫。特殊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实施的防卫行为，导致不法侵害人伤亡，都不属于防卫过当，也不用负刑事责任。我想请问，我为什么不符合特殊防卫？周林当时是否正在对梅正进行强奸？从当年梅正的口供和现场勘查的证据，我们并不能确定，当时周林对梅正正在实施强奸的实质行为，所以我不能认定你是特殊防卫。如果今天没有新的证据出现，我依然会坚持14年前我对本案的认定。李沐风，你在身边的人遭受到不法侵害时，能挺身而出，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，非常值得赞赏。我在办案时，已充分考虑到你行为的正义性，以尽最大能力把对你的量刑降到最低。4年里，你自学法律，熟悉法律，也一定会了解我作为司法官的立场。罪刑法定，通过办案帮助民众厘清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异常重要，既可以使这类挺身而出受到法律保护，又不会助长社会戾气，不会让人们误以为持刀反击是一种正确的行为。以后当他们在遇到纠纷的时候，就拿起刀杀了他。我当然鼓励人们在遭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奋起反击，但是我也绝不鼓励他们随意使用危险的武器。这种行为如果泛滥，那太可怕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你做出认为最正义的选择。在当年那个时候，面对当时那个岔路口，我必须做出选择。为了不让其他的人成为你。
就在前不久，方令源检察官又和我提到了那句话。我们检察官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。14年前的628案，改变了你的人生。14年后，他也正在改变我的人生。李沐风撤销申诉。听证会结束了，走吧。段洪山，带他回监室。那李沐风呢？你觉得他恨你吗？他认为你毁了他的一生，这是李沐风的回答，用行动的回答。但是被告人李沐风，他却动着刀，捅刺被害人周林，致其死亡。那如果你们看见那把刀掉在地上，你们会怎么办？胸部遭刺伤，失血性休克死亡，但却能一刀毙命。我下意识的反击，根本意识不到刀刺向哪。有没有可能你是故意的？我就是正当防卫。他精通法律，擅长谋略，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法条。你说的这个人，很像你啊。真的是正当防卫。段洪山，我抗拒同意。你就是杀人犯，你就是谋杀。说吧，说出你可以减刑的，你到底是怎么杀的？段洪山，真的是谋杀。坦白你的罪行。就是杀人犯。真的是正当防卫。段洪山，你就是谋杀。周德龙是67岁，癌症晚期。你的身高体重都远远大于他，完全可以夺刀逃生，但你却选择了捅死他，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当防卫的限度。不是的，你是检察官，你很清楚正当防卫的标准是什么，所以你利用了这一点。你来跟我说说，你捅死了赤手空拳的患癌老人，凭什么你是正当防卫，我不是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醒了。怎么来了？我问了，你就是精神高度紧张、营养不良、睡眠不足造成的，得到水就好了。
你要保重身体，就算是为了莹莹。就算我真的洗清了嫌疑，我还能出得去吗？你要相信我，好吗？我一直都相信你，从来都没打输过一场官司。但是我更了解检察官，了解司法系统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？梦见了李沐风。我和他一样，都被关在这里，没日没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放出去，也不知道面临什么样的宣判。他在梦里问我，凭什么我是正当防卫，他就不是？你们不一样。我们一样，我们都认为自己没有犯罪，却都无法证明。
图书馆杀人案的主办检察官需要对14年前的办案过程作出说明，但他同时也是428东郊渔场杀人案的主要嫌疑人，被羁押在看守所，以连线的形式参与的直播。他向申诉人李沐风详细提出了当年的办案思路、办案环境，不能在学校中出现模仿者，才对李沐风定性为防卫过当。最终，李沐风决定撤回申诉。好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无锡越国贵族墓葬考古发掘的这个进展。今天的专家证实了这次考古发掘的一个重大意义，那就是考古的青铜器石刻和长足图节。对不起啊。为什么？张远的事儿一直没跟你说，对你不公平。其实知不知道，对我也没什么影响。你怨我是应该的，真对不起。有些话说一遍就够了。这是我唯一的秘密了，没有再瞒着你的了。